虚境之中鸣钟三响，这是3S 级御兽觉醒了。这是3S 级的御兽觉醒，这股力量远超 S 级，这是3S 级的御兽，是谁在城里觉醒了如此强大的御兽？核心技能4次元口袋 S 级解限无限道具。成了，4次元口袋现在已经解封了 S 级道具的使用，还解锁了无限道具。这下3天后的御兽试炼秘境，我们可要一鸣惊人了。夏利城主，御兽学院的校长，2位怎么有空来公会？穆婉婉小姐也在。我刚刚发现公会附近的御兽觉醒波动，看来你知道刚才那股力量的主人。据我所知，应该是一位隐藏身份的3S 级培育师的手笔。3S 级培育师？居然是3S 级培育师！多少年没出现过如此级别的培育师了。没想到是3S 级培育师。培育师比御兽师更加稀有，任何一个 S 级培育师都是战略级的存在，更何况是3S 级。为了苍兰城的未来，必须找到他。这地方是我穿越了。1000年前，虚空之门洞开，无数凶兽涌入蓝星，城市被摧毁，人类军队节节败退，文明危在旦夕。所幸人类先贤掌握了御兽之力，契约凶兽，将其为己所用，人类文明才得以延续。至此，蓝星进入了御兽时代。书记，蓝星上的人们在年满18岁以后，都可以在4月1日这一天觉醒召唤仪式，从虚境中召唤属于自己的召唤兽，成为一名御兽师。B 级雷角马，战斗型御兽，不错。下一个，季正雄。季正雄，那不是我们的年级第1，被校长都看中的超级天才吗？不仅人长得帅，而且精神力和理论天赋全都满分，他一定能够召唤出一个 S 级御兽的吧？听说他的女友还是学校的校花呢，郎才女貌呀。这能量波动 S 级不 SS 级，甚至有可能是3S 级。我操，愧是学霸，这动静小逆天啊！ SS 级，稳了，咱们学校要出大人物了。3S 级，今天怕是要见证历史了。机器猫 F 级潜力辅助型御兽，一种被制造出来的育儿型机器人。我还以为多牛逼，考了半天是个 F 级的御兽啊！未知御兽 F 级辅助型，西正雄，你让学校蒙羞！育儿型机器人，这么垃圾的御兽，恐怕连大专都上不了吧？这什么鬼？这不是机器猫吗？大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你叫我啥？大熊？季正雄，你不就是大熊吗？虽然气息有些不一样，但我不会认错的。你真是那个机器猫？有4次元口袋那个？哎，大熊，你怎么知道我有4次元口袋？也对，你毕竟是大熊，知道也不奇怪了。御兽多拉蓝猫真名潜力概念级，受世界规则压制，显现为 F 级，类型万能因果律辅助型，核心技能4次元口袋受限。概念级，这才是多拉蓝猫真正的面板吗？等等，4次元口袋受限？多拉蓝猫，你的口袋是不是拿不出道具了？对耶，怎么回事？道具都变成灰色了，一定是可恶的时空管理局又给我加了什么限制。未觉醒，需要觉醒时才能开启所有功能。别慌，蓝猫，这只是时代的限制，我们可以想办法解锁权限。下一个，柳双儿。这个动静难道是 S 级御兽烈焰鸟？我去，这柳双儿不是季正雄的女朋友吗？这季正雄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女朋友竟然召唤出了 S 级御兽。听说柳双儿和季正雄交往3年了，他自己召唤出了一个 F 级辅助御兽，以后倒是可以主内做后勤，跟柳双儿内外搭配，真是一对神仙眷侣呢！给我住口！什么神仙眷侣？
本小姐可不会找一个大专都考不上的废物结婚。戚正雄这废物，现在怎么可能配得上柳校花？F 级和 S 级的差距已经不是人和人的差距了，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呢。有好戏看了，这季正雄怕不是软饭都吃不成了。季正雄，我召唤出来的是什么级别的御兽？你也看到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到此为止了。毕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这翻脸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种开局还真是点啊！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。认清现实吧，季正雄，你觉得凤凰会跟一只麻雀在一起吗？对不起，大雄，都怪我太没用了，才害你跟女朋友分手了。没关系的啦，是他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多拉懒猫你的能力而已。当务之急，我们是想办法解锁你的道具才行。解锁道具需要觉醒石，而觉醒石却是一种高级道具，需要至少10000枚魔晶才能够买到1枚，而1枚魔晶的价格却相当于10000元。也就是说，我需要赚到1亿才能解锁多拉懒猫的道具栏。1亿看起来虽然多，但比起多拉懒猫那些逆天道具来说，不值一提。这无疑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。问题是，我到底该去哪儿赚到这1亿呢？有了，去御兽公会，那里说不定会有办法。御兽公会相当于小说游戏中的冒险者公会一样的地方，召唤出御兽的御兽师可以在这里接受任务委托，完成任务获得赏金，这是御兽师的主要收入来源方式。1万魔晶的赏金，这个任务的悬赏也太高了吧？能不高吗？那可是 S 级御兽穆婉婉小姐的御兽 ，S 级冰霜魔龙失控。听说那头御兽的等级已经达到了32级。我们苍兰城就是个小城市，怎么可能解决这种级别的问题啊 ？S 级御兽失控，还是等级32的 S 级御兽，那至少得请 S 级的培育师出马才行。苍兰城不可能有这种级别的培育师。多拉懒猫，让失控御兽听话的道具你有吗？正好，这里有一件道具，可以让小猫小狗变得很听话，而且这个道具还不受限制。1万魔晶，这数字倒是挺诱人的。这位先生，请等一下，你是要接取这个 S 级任务吗？是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喂，小子，你疯了吧 ？S 级任务你也敢接？看他那穷酸样，连 F 级御兽师考核都没过，怕不是刚觉醒的新人吧？还妄想接 S 级任务啊！小子，我劝你赶紧滚远点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就 S 级任务，那可是给真正的强者准备的，你一个连御兽师等级都没有的废物，也配？这位先生，他们说话虽然难听，但 S 级任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完成的。你有御兽师的徽章吗？没有。看吧，我说这小子连正式御兽师都不是吧？赶紧回家去吧，别在这装模作样了，小心任务没完成，还把命搭进去。先生，没有御兽师等级，接 S 级任务实在太危险了。既然任务并不限制御兽师等级，为什么我不能接？不想试试？好吧，先生，既然您执意如此，等一下。天哪！这就是 S 级御兽师穆婉婉小姐吗？主力御兽是 S 级冰霜魔龙，就连副种居然也是 S 级的冰霜剑妖，这实力！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，S 级任务也敢乱接，怕不是活腻歪了吧？我看他就是个愣头青，待会儿被冰霜魔龙一口龙息喷死，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你确定要接这个任务？确定。冰霜魔龙失控，它的威力远比你想象的要可怕。3分钟我就能解决冰霜魔龙失控的问题。3分钟？你在做梦吧？那可是 S 级的冰霜魔龙！我看这小子是被魔晶抽昏了头脑，急着送死。就凭你一个御兽师考核都没过的新人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还如此轻佻。你以为你是 S 级培育师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很好，既然你如此自信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S 级御兽的威力。冰霜魔龙现身！啊，这就是 S 级冰霜魔龙的威压吗？太可怕了！大雄，来吃个饭团冷静一下。吃吧。拿个破饭团就想驯服冰霜魔龙，这小子疯了吧？唉，真是可怜，一会儿他就会变成冰雕了。
这怎么可能？冰霜魔龙居然……你究竟是谁？现在可以支付报酬了吗？当然，这1万枚魔晶可以帮我换成觉醒石吗？没问题。等等，这位先生，您莫非是3S 级培育师吗？何以见得？我刚才注意到您的御兽似乎并不是普通的 F 级育儿机器人，能做出让 S 级的冰霜魔龙如此温顺的特级料理，恐怕只有3S 级的培育师才能做到。多拉蓝猫的道具真是强烈，居然让人误以为我是3S 级培育师。穆小姐过誉了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普通御兽师。至于我的御兽，它叫多拉蓝猫，是我的伙伴。竟能偶遇一位3S 级培育师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既然是培育师，那他身边那只 F 级叮当猫就合理多了。这位大师想必是在暗中培育着什么不得了的新御兽吧。 S 级培育师，没想到我们苍兰城居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强大的大师，那些御兽师都要疯狂了。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3S 级培育师居然这么低调，随身带个 F 级御兽，这反差感也太强烈了。人家那是深藏不露，懂不懂什么叫大师？你可别小看那个 F 级御兽，说不准是因为潜力巨大，才会被3S 级培育师看中，带在身边培育而已。桃太郎饭团的效果竟然这么强，那些限制级道具岂不是不敢想象？多拉蓝猫，咱们得赶紧找个地方把那些道具的限制给解了。大雄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么快就找到了绕开时空管理局限制的办法。好了，多拉蓝猫，现在解开你的限制吧。虚境之中鸣钟三响，这是3S 级御兽觉醒了。这是3S 级的御兽觉醒，这股力量远超 S 级，这是3S 级的御兽。是谁在城里觉醒了如此强大的御兽？核心技能4次元口袋 S 级解限无限道具。成了，4次元口袋现在已经解封了 S 级道具的使用，还解锁了无限道具。这下3天后的御兽试炼秘境，我们可要一鸣惊人了。夏利城主，御兽学院的校长，两位怎么有空来工会？穆婉婉小姐也在。我刚刚发现工会附近的御兽觉醒波动，看来你知道刚才那股力量的主人。据我所知，应该是一位隐藏身份的3S 级培育师的手笔。3S 级培育师？居然是3S 级培育师！多少年没出现过如此级别的培育师了。没想到是3S 级培育师。培育师比御兽师更加稀有，任何一个 S 级培育师都是战略级的存在，更何况是3S 级。为了苍兰城的未来，必须找到他。穆婉婉小姐，可否告知本城主这位培育大师的下落？不是我不想告知，而是这位大师非常低调，他随身的御兽甚至是一只 F 级的辅助御兽，我差点有眼不识珠。没想到大师不计前嫌，还随手帮我解决了 S 级御兽冰霜魔龙失控的麻烦。如果我们贸然打扰，恐怕会引起大师的不满。确实是个难题，如果冒昧打扰培育大师，恐怕会引起大师的不满。城主大人，您说这位大师该不会是为了培育 F 级御兽，会不会是打算去御兽试炼秘境挑选副宠进行养成？听说不少培育大师都有怪癖，每到一个新的区域，都会先把自己原先的强大御兽封存，然后寻找一些低级的御兽进行培育。他随身携带一个 F 级御兽，该不会就是想用来培育吧？果然是高人风范。3天后的御兽试炼秘境，你们苍兰学院今年觉醒的新人御兽师可要好好表现，别让我们苍兰城在大师面前丢脸。终于来了。各位御兽师们，我是御兽工会的负责人穆婉婉，也是此次御兽试炼秘境的领队。1年1度的御兽试炼秘境即将开始，希望各位都能在秘境中找到心仪的御兽蛋，觉醒强大的副宠。各位前辈，我是苍兰学院的领队柳双儿，我会带领苍兰学院的仙人配合御兽工会完成本次试炼。哇，这就是今年苍兰学院的状元吗？这身材，这气质，不愧是优等生。听说他天赋异禀，觉醒了 S 级御兽，精神力远超常人。这次试炼，他肯定能找到高级御兽蛋。快看，
居然是姬正雄，他居然带着那个 F 级的辅助御兽来参袭御兽秘境，怕不是来搞笑的吧？连战斗型御兽都没有，进来不是找死吗？他居然天真的以为带着个 F 级的辅助御兽能在御兽秘境里混得好处，想要获得御兽蛋，起码也要战胜那些魔兽守卫才行。哎，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可怜的 F 级御兽啊，摊上这么个主人，别说找到御兽蛋，说不定小命都要丢在这儿。季正雄，你要真的想要一个能用的附宠，可以去买，或是去给公会做低阶任务，兑换一个低级御兽蛋。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不会以为御兽试炼秘境作为一个仙人专属秘境，完全没有风险吧？我能找到什么御兽蛋不用你操心。哼，我只是怕你带个 F 级辅助御兽到秘境里出了什么意外。我身为领队，可不希望学员们出现伤亡。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，领队。那就请你好自为之吧，季正雄。大雄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蓝猫，让我们去见识一下这所谓的御兽试炼秘境，找一个可以一同战斗的新伙伴。恭喜各位御兽师进入苍蓝秘境。秘境森林内栖息着众多魔兽，击败他们有机会获得御兽蛋。将获得的御兽蛋带到中央孵化台，即可进行孵化。孵化成功后，您将获得对应的御兽。居然出了个 F 级的副手，这秘境也太垃圾了吧！就这玩意儿，也好意思叫试炼？唉，好歹是个1级，总比没有强。真是浪费时间，就这种货色，老子白进来一趟了。F 级御兽蛋水龙蜥亚龙种。什么？居然是 S 级御兽水龙蜥！没想到柳双儿同学连副宠都是 S 级御兽。苍兰城里上一个获得双 S 御兽的人只有穆婉婉小姐吧？柳校花竟然觉醒了 S 级御兽副宠，2头 S 级御兽出战，柳校花不愧是苍兰学院的骄傲。不愧是苍兰学院的天之骄女，竟然孵化出了 S 级御兽。双儿这孩子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没想到这场试炼居然出现了第一个 S 级副宠，苍兰学院代表成为了双 S 御兽的御兽师，可喜可贺。只是那位3 S 级培育大师还不见踪影，难道他不在试炼里面吗？3 S 级培育大师的心思，又岂是我们能猜得出来的？大雄，这里是一片干裂的河床，除了那些骨头，什么都没有。蓝猫别急，根据我的判断，这里应该是某种古龙孵蛋的地点。有了，大雄，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吗？蓝猫，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这可是个宝贝，这可是古代龙蛋的化石。可是大雄，古代龙蛋的化石，好像这也孵化不出伙伴吧？你忘了吗？我们可以通过时光包袱来将这颗化石恢复成可孵化的龙蛋状态。对哦，只要把化石恢复成龙蛋就可以孵化了。这颗古代龙蛋一定是非常强大的龙类御兽吧？这会是什么龙的龙蛋化石呢？暂时看不出来，但古龙一直以来都是强力的御兽，等我们孵化出来，就知道这是什么龙蛋了。蓝猫，小心点，这可是宝贝。看那小子抱着块破石头就往孵化台上跑，也不怕丢人现眼。估计是找不到正常的御兽蛋了吧？拿块化石充数，笑死人了。果然是个废物，拿个化石蛋来孵化台，真是给学校丢脸。季正雄，你又在搞什么鬼名堂？你拿着一块破化石和一张破包袱巾来的孵化台，是想给我们苍兰学院丢人吗？难不成你以为拿着这块破化石还能孵化出御兽吗？谁跟你说化石就不能孵出御兽了？我看这季正雄已经疯了，难道他以为这破包袱巾是什么特殊道具，能让御兽蛋化石还原成御兽蛋吗？
学院的脸都让他丢尽了，带了个 F 级辅助御兽进来秘境，还装模作样挑了个垃圾化石想要孵化，他该不会是疯了吧？哎，肯定是疯了，不是疯了，他会拿一块化石来孵化吗？是他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那小子是谁？抱着块化石做什么？穆婉婉小姐，难道你认识这个学生？时光包袱启动。那个难道是传说中的宝具？竟然是传说中的宝具！哦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拥有这种宝物？莫非他就是之前那个3S 级培育师？别以为拿个破布装神弄鬼就可以把化石变成御兽蛋。我要是把这个化石变成御兽蛋，你怎么说？你要是能做到，我当场就把这个孵化机给吃了。那是上古彗星龙蛋。哦，这怎么可能？上古彗星龙蛋，这不会是开玩笑吧？从化石到彗星龙蛋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只是用了一块破布？开玩笑，那怎么可能是一块破布？那说不定啊，是传说中的宝具，才能做到将化石恢复成上古彗星龙蛋。化石只是沉睡的过去，而蛋才是它真正的生命形态。诞生吧，彗星龙！怎么可能？这个异象，3S 级御兽，终于要出来了，还没孵化就已经引动如此威压，看来这上古彗星龙比我预想的还要强大。万龙齐鸣，这是至少3S 级龙类御兽诞生时才会出现的顶级异象啊！3S 级龙形御兽，那可是所有御兽中最为强大的存在。上一个3S 龙阶御兽的出现，已经是100年前的传说了。一旦诞生3S 级龙形御兽，恐怕这个秘境都会得到升华，变成龙类御兽的专属秘境。我苍兰城甚至有可能因此一跃成为人族主城。还没孵化就已经引动3S 级异象，看来上古彗星龙绝对不止3S 级。难道说，这竟然不只是3S 级，这恐怕是上古圣兽！它又孵化出来了，这个异象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超阶圣兽吧？恭喜人族成功孵化超阶圣兽上古彗星龙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寄生熊这个废物，竟然孵化出了圣兽！郑雄，你成功了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郑雄，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任性了，我不想跟你分开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复合？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吗？郑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不必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求求你，季正雄，原谅我好吗？我什么都愿意做的。大雄，别理这个坏女人。哼，你满脑子都是你自己呢。哎呀，这柳双儿真是不知廉耻，前倨后恭，真是狼狈啊！人家哪里狼狈了？人家这是深情流露，试图挽回真爱呢。可惜啊，人家季正雄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他区一个 S 级御兽师，也配跟圣兽级御兽师在一起吗？季同学，恭喜你孵化出如此强大的圣兽啊！季同学，你可是为我们苍兰城立下了大功啊！季同学，关于这只圣兽，我们想跟你谈谈，不知你现在方不方便？当然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！凭什么季正雄那个废物？
季同学呀，真是可喜可贺，能孵化出圣兽，这可是我们苍兰城100年难得一遇的大事啊！多谢校长。季同学，其实有件事，我想……校长有话直说便是。季同学，你孵化出圣兽固然是好事，但你可知你这头圣兽可是龙类？我知道。龙类圣兽的成长周期极其漫长，短则数百年，长则上千年，甚至数千年，恐怕你等不到它成年那一天。季同学，你的圣兽本就消耗资源巨大，如今还是龙类，那所需的资源恐怕是个天文数字。按照惯例，苍兰城可以资助你1万魔晶，但这些魔晶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呢。即使你是 S 级培育师，想独自培养圣兽也绝非易事。不过，我们苍兰城可以协助你攻略高级副本，帮你获取培养材料。只是我们等级太高，已经被限制进入低阶副本了。想要获得养成圣兽的材料，必须进入低阶副本，刷一些高级的低阶材料才行。可这需要大量精锐的低阶御兽师来攻略一些高难度的低阶副本。唉，想不到人族好不容易出了圣兽，这培育的难度也太恐怖了吧！越是高阶的御兽，培养难度就越高，即使是 S 级培育师，恐怕也力有未逮吧。季同学也别太担心，苍兰城不会坐视圣兽挨饿，会尽力组织精锐的低阶御兽师去攻略高难度的低阶副本，获取资源，协助你养育幼崽。多谢城主的好意，不过攻略副本这个事我自有办法。季同学，你孵化出圣兽固然是好事，但你这圣兽可是龙类，龙类圣兽的成长周期漫长，所需的资源更是天文数字，1万枚魔晶，那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。你想靠自己获取资源，这难度不亚于天方夜谭。是啊，季同学，穆会长说的有道理啊，这养圣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这责任谁也担不起呀。想不到养一头圣兽还这么好资源嘛！但是我可是有概念级的机器猫，这应该不成问题吧？谢谢二位好意提醒。不过我既然孵化出了汇金龙，自然有办法让它成长。嘿，有了，季同学，学校也可以提供帮助嘛。我们学校可是有一位双 S 级天才柳双儿，他觉醒了2头 S 级御兽，实力强劲，在低阶御兽师中绝对是顶尖的存在。让他当你的随从，帮你一起去攻略副本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呀？多谢校长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不过我确实有其他办法，就不劳烦柳同学了。哎，这季正雄也太不识好歹了吧！多少人想跟着柳双儿组队，都组不上呢。就是啊，夏利城主、校长、穆会长都这么支持他，他居然还想靠自己。就算是 S 级培育师，也不可能一个人养得起圣兽吧？季同学，你的担忧我能理解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也不便再多说什么。明天苍兰城的新人副本就会开启，或许你可以去试一试。多谢城主提醒，我正有此意。城主大人，您刚才怎么不多劝劝他？年轻人总归是要碰碰壁的，等他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支撑圣兽的成长，自然会回来寻求帮助。唉，希望他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吧。圣兽的成长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昨天季正雄肯定是因为那件事在生我的气，只要我好好道歉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。而且他那废物机器猫根本帮不上忙，新手副本里他肯定需要我的帮助才能拿到高分评价。正雄，你来了。你在这等我做什么？正雄，我知道错了，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？你看，在新手副本里，我的2头 S 级御兽肯定能帮上忙的，不像你的辅助育儿型机器猫，总不能指望这只机器猫吧？大雄，这个坏女人好可怕！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多拉蓝猫是我的伙伴，不允许你这么侮辱他。我没看错吧？季正雄那个圣兽御兽师居然拒绝了苍兰学院的校花柳双儿。哼，柳双儿那贱人之前那样对季正雄，季正雄不愿意跟他组队也正常。可是季正雄的战宠只有1头辅助型机器猫吧？那个 F 级的低级御兽能行吗？副本我会自己进去，不需要你帮忙。正雄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明明以前对我都是百依百顺，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快看，那不是李家的 S 级御兽师李浩吗？不愧是李家的继承人，听说他的 S 级御兽也非常强大。他这是要找柳十二组队吗？双儿小姐，组队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呢？哼，要不是季正雄不识抬举，怎么可能轮到你跟我组队？别这么看着我嘛，双儿小姐，我可是真心实意想跟你合作的。别看季正雄获得了圣兽，但我早已经听说了，那套龙族圣兽的养成资源，根本就不是季正雄可以担负得起的。哦，看来你得到了什么内幕消息。当然，只要我们两人合作拿下高分，就可以开启新手副本的秘境。只要进入秘境，一定可以在副本里压那季正雄一头。哼，季正雄就带了那个无用的机器猫进入副本。龙族圣兽幼崽虽然强大，但是作为幼崽，他的体力有限，即使打通了副本，也难以到达那处秘境。双儿小姐果然聪明，那处新手副本里的秘境，据说有天大的好处，往往只有每一届新人中的天骄才能去挑战。到时候我们俩攻略了副本里的特殊秘境，就能压过季正雄的风头，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才是苍兰城真正的天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去，这真的是新人副本？刚进来就这么多怪物？好多狼啊！慧慧，有信心解决这些家伙吗？我去，这也太猛了吧！慧慧也太强了吧！彗星龙等级提升3级，干得漂亮！看来今天升到10级不是梦啊！机器猫等级提升3级。蓝猫，你这家伙躺平升级了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大雄，我感觉没什么不同啊。看来概念级的御兽，这俩等级提升确实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。这么多魔镜，慧慧刚战斗完肯定饿了，要不先喂她试试效果，说不定能整点进化进度呢。检测到低阶魔晶呈1108，是否用于补充彗星龙除龙期进化能量？确定。消耗低阶魔晶1108枚，彗星龙除龙期进化进度加3%，当前进度3%。啥玩意儿？1100多枚低阶魔晶才整3%？这要是想让慧慧进入幼龙期，不得把整个副本的魔晶都搬空？不对，说不定得把苍兰城的魔晶库都掏空。看来光靠低阶魔晶根本不够，必须得找高品质魔晶才行啊！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这消耗速度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。不愧是圣兽，这消耗量惊人啊！一般的 S 级御兽恐怕早就积攒完进化能量了吧？走吧，慧慧、蓝猫，咱们继续向前走，找下一个目标，争取多搞点高品质魔晶。大雄，那个人好像有危险。那个人好像……妖魔兽，一定要撑住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新手副本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哥布林？都是5级御兽也就罢了，数量居然有600多只，妖魔兽都6级了，也扛不住这么车轮战啊！秦学姐，怎么是你？季学弟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季学弟虽说是圣兽御兽师，但彗星龙明显还在除龙期，那只机器猫更是 F 级辅助型，连战斗能力都没有。这里可是600多只5级大哥布林的营地，就算是 S 级御兽师来了都要头疼。他这点战力根本不够看。季学弟，你快离开这里，这不是你能插手的战斗。这里不对劲，按理说新手副本里根本不会刷新精英怪物营地，肯定是副本出 bug。你带着圣兽赶紧走，我和妖魔兽养护你，你要是出事，那才是人族的巨大损失。学姐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？这些哥布林这么多，你留下来就是送死。就算我死了，你这个圣兽御兽师也不能死在这里。
人族多少年才出一头圣兽，你比我重要的多。羊毛兽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一定要把鸡学弟送出去。羊毛兽，学姐放心，一切交给我。慧慧，该干活了，兴隆吐息。这真的是雏龙吗？学弟，你的彗星龙也太厉害了，不愧是龙族圣兽，就算还在雏龙期，一击就解决了这么多5级大哥布林。要是等他成年，恐怕连传说中的神兽都能抗衡吧。学姐，别高兴太早，还没完。大熊，快看那边，好像有个好大好大的家伙要出来了。这是哥布林将军30级的极硬 BOSS， 怎么会出现在新手副本里？这根本不符合副本设定。完了，雏龙已经没有战斗力了。30级的哥布林将军，就算是 S 级御兽师来了，都未必能赢。我们今天连续释放3次兴隆吐息，果然已经到了慧慧的极限。不过没关系，蓝猫，该你生成了。机智熊，你疯了吗？你居然指望这只 F 级的机器猫？它连战斗型御兽都不是，一个辅助育儿机器人，怎么可能打得过30级的 BOSS？ 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！学姐，蓝猫不是累赘，它是我最重要的伙伴，你看好了。这真的是 F 级机器猫能做到的事。那个看起来像玩具一样的空气炮，居然一击就秒了30级精英 BOSS。鸡学弟的御兽也太离谱了吧！圣兽已经够夸张了，连辅助型机器猫都是怪物级别的。多拉蓝猫等级提升至10级，基础辅助能力小幅增强。彗星龙雏龙期等级提升至10级，龙息威力提升50%，进化能量积累速度加快。终于升到10级了，这下只要攒够进化能量，慧慧就能从雏龙期进化到幼龙期了。恭喜御兽师季正雄成功击杀30级隐藏 BOSS 哥布林将军，触发副本特殊机制，是否打开专属宝箱，开启特殊秘境入口？是。全副本系统公告：未知御兽师成功消灭30级隐藏 BOSS 哥布林将军，新手副本特殊秘境入口已开启，秘境仅对首杀者及队友开放，持续24小时。30级隐藏 BOSS， 这新手副本里居然有这种级别的 BOSS， 谁这么牛？以前最多也就有天骄能接杀10级隐藏 BOSS， 这直接跳级到30级了。特殊秘境还只对首杀者开放，这奖励也太离谱了吧！到底是哪个大佬这么深藏不露？到底是谁抢了隐藏 BOSS 首杀？30级 BOSS 都能搞定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赶到最快速度清怪找 BOSS 了，居然还是被人抢先了。这些首杀奖励、特殊秘境全没了，到底是哪个混蛋坏了我们的计划？你打开了首领宝箱，恭喜获得圣级魔晶 X10、圣级进化石 X1。圣级魔晶可大幅提升龙类御兽进化能量，圣级进化石可无视部分进化限制，提升高阶御兽进化成功率。哇哦，不愧是首领级的宝箱，这出货可以吗？慧慧，该补充能量了。是否使用10枚圣级魔晶为彗星龙雏龙期补充进化能量？确定。彗星龙幼年体进化能量积攒100%。不愧是圣级魔晶，这么快就把进化能量积攒充满了。这光芒是你的彗星龙？难道要进化了？从雏龙期进化到幼龙期？不可能吧！传说中古代彗星龙作为越阶圣兽，光是从雏龙期成长到幼年期，就需要积累100年的能量。就算有顶级资源辅助，也至少要10年。你这才孵化多久，居然就要进化了？或许是慧慧自己也迫不及待想变强吧。
毕竟有这么好的资源，进化速度快些也正常。检测到圣级进化时，是否立即为彗星龙除龙期开启进化程序？确定。这就是幼龙期的彗星龙，体型居然跟普通龙族的少年龙差不多了。我知道普通龙族从雏龙到少年龙至少要50年，你这圣兽的成长速度也太逆天了，不愧是超阶龙族圣兽。秦学姐，接下来要去特殊秘境，我想跟你组队，一起进去探索。学弟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现在的实力根本不需要组队。彗星龙是幼龙期圣兽，那只多拉蓝猫虽然是 F 级，但连30级 BOSS 都能一击秒杀，实力根本没法衡量。我现在只有受伤的妖猫兽，连战斗都难，跟你组队只会拖你后腿，我就是个累赘啊。学姐，你可能忘了，我父母早年在对抗凶兽时牺牲了，我一直住在福利院，那时候福利院经费紧张，是秦家每年给福利院捐了很多物资，连我上学的学费都是秦家资助的。如果不是这些帮助，我可能早就饿死在街头，更别说觉醒御兽成为御兽师了。之前在哥布林营地，学姐你明明自己都快撑不住了，还想着让我先跑，护着我这个圣兽御兽师。现在有机会去特殊秘境，制霸秘境的荣光，我怎么可能独享？学姐，跟我一起走吧，让我们一起走上这个舞台。好，学弟，我跟你组队，我们一起去特殊秘境，一起争取荣光。姐姐，别哭了，我们一起去打坏蛋，还能找好吃的。好。成功与御兽师秦梦瑶组队，特殊秘境入口权现已共享。报告张副官，新手副本最新积分统计结果出来了，有位御兽师的积分达到了6.8万，直接评上了 S 级，这可是近5年新手副本的最高积分了。6.8万分，不错不错，看来这次苍兰城的新人里出了个好苗子，能在新手副本拿到这么高的分，大概率是柳双儿吧？他可是双 S 级御兽师，烈娘和水龙息清怪速度快，拿高分很正常。要么就是李浩，李家资源多，他的吸血妖姬单体输出强，说不定找到了隐藏怪物群。再不济也可能是秦梦瑶，他的妖猫兽擅长控场，组队清场效率也高。副官，您还是自己看一下积分排行榜的名字吧，不是柳小姐、李先生，也不是秦小姐。怎么回事？居然是季正雄，是不可能！他的御兽我记得很清楚，一头还在出龙期的彗星龙幼崽，连完整的龙息都未必能连续释放，另一头更是 F 级的辅助型机器猫，连战斗分类都算不上，怎么可能在新手副本拿6.8万分的 S 级评价？是不是统计出错了？你再去核对一遍。已经核实了3遍了，长官。不可能啊！圣兽是强，但出龙期的战力有限 ，F 级机器猫更是废物，怎么能刷出这么高的分？张副官，听说这次新手副本出了个好成绩，有新人拿了6.8万分的 S 级评价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年轻人这么厉害，说不定啊能拉进城主府重点培养。我刚才在工会也听到消息了，这积分比去年的榜首高了近2万，确实值得关注。是柳双儿还是李浩，或者是秦梦瑶突破了？报告下列城主，穆会长，这次拿到6.8万分 S 级评价的不是柳小姐、李先生，也不是秦小姐，是季正雄。什么？居然是季正雄？张副官，你没说错吧？是那个孵化出彗星龙的季正雄，他的彗星龙才刚进化到幼龙期，机器猫一直是 F 级，怎么可能拿到这么高的积分？千真万确，我让工作人员核对过3遍数据了，没有任何错误。而且根据副本监控记录，季正雄不仅清了大量普通怪，还击杀了30级隐藏 BOSS 哥布林将军，触发了特殊秘境，积分就是这么涨上来的。上古彗星龙的实力我清楚，作为超阶圣兽，出龙期就能压制普通 S 级御兽。可30级精英 BOSS 哥布林将军是什么概念？那家伙的盔甲连 S 级技能都打不穿，普通龙族少年龙来了都要绕道走。就算彗星龙进化到幼龙期，也不该有能力单独消灭它吧？城主，您忘了，我刚晋升 S 级御兽师那年，咱们俩组队去杀低级副本，特意找过哥布林将军练手。当时我们俩带着4头 S 级御兽，打了半个多小时，连他的盔甲都没破防，最后还是靠着副本时间到了才狼狈撤离。季正雄只是个刚觉醒没多久的新人，哪怕有圣兽，到底怎么做到一击秒杀的？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，能单杀哥布林将军，就说明他的实力远不止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这么看来，他说不定真有希望通过特殊秘境，那可是连老派 S 级御兽师都不敢轻易尝试的地方。
城主，您还记得全球副本秘境吗？夏国虽是御兽联盟的5大国之一，可这3年的新人副本考核里，连一个能摸到秘境准入线的天骄都没有。那地方可不是普通秘境，是真正的天才俱乐部。只有各国新人排行榜前3，积分突破10万的御兽师，才有资格拿到挑战令牌。咱们夏国这几年在全球副本里一直是挂零的状态，连秘境大门都没再踏进去过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要是季正雄能通关特殊秘境，积分再往上冲一冲，说不定真能打破这个僵局，让夏国重新站在天才俱乐部里。我当然记得，这份零记录压在咱们夏国御兽界头上3年了。要是季正雄真能做到，那可不只是苍兰城的荣耀，更是整个夏国的传奇。这次说不定真的有戏了。报告，新手副本的普通区域已经关闭，所有积分不足2万的御兽师都被系统强制传送出来了。现在副本里只剩下进入特殊秘境的人。进入特殊秘境的有多少人？具体是哪几位御兽师？根据系统记录，这次只有4位御兽师达到了特殊秘境的准入条件，分别是季正雄、秦梦瑶、柳双儿和李浩。柳双儿和李浩是在副本关闭前靠着清掉最后一波10级魔狼群，勉强凑够了2万积分，刚好卡在准入线上。看来季正雄是带秦梦瑶组队了，这小子倒是重情义。不过柳双儿和李浩也挤进去，这特殊秘境里怕是要热闹了。特殊秘境里的怪物等级最低都是25级，还有未知的陷阱和 BOSS， 希望他们能够成功。妖魔兽，快用火球术！怎么会这样？妖魔兽都10级了，居然连一点伤害都打不出来！这里的怪物等级压制也太离谱了，每一只都是精英级，根本没法对抗啊！慧慧，兴龙吐息。解锁新技能龙气星辰爆裂。技能龙气彗星龙激发体内龙族血脉翅膀覆盖赤红星焰，移动速度提升至10马赫，持续10分钟，冷却30分钟。技能星辰爆裂，凝聚星辰能量形成爆炸光球，对半径50米内敌人造成巨额伤害。技能威力受移动速度加成，龙气状态下威力提升200%。这技能组合也太夸张了吧！龙气状态下的星辰爆裂，威力直接翻3倍，简直跟洲际导弹一样，不管什么怪物都扛不住这一下。不愧是圣兽，10马赫的移动速度比最快的战斗型御兽都快2倍，还有范围伤害技能，这下咱们在秘境里根本不用怕被怪物包围了。慧慧，该试试新技能了，龙气。季学弟，那是40级精英 BOSS 骷髅王，你的慧慧才刚到15级啊！哪怕他是圣兽，等级差了25级，等级压制会让伤害折损大半。这要是打不出伤害，反而被骷髅王盯上，我们根本跑不掉的，这也太冒险了。学姐放心，龙气状态下的星辰爆裂可不是普通技能。等级压制确实会减伤，但圣兽的基础伤害加上技能翻倍效果，足够破防了。对呀对呀，慧慧超厉害的，之前30级的哥布林将军都被一下打跑了，这个骷髅王也肯定没问题。可是这不一样啊！怎么不一样嘛？放心吧，学姐，慧慧可以做到的。慧慧，就是现在，星辰爆裂！这招式也太可怕了吧！这威力根本不是15级御兽能有的，说是 S 级技能都低估了。学姐，你看，我说没问题的。季学弟，你的御兽都是怪物吗？连我的妖猫兽跟着吃经验都要升到30级了。
到底是谁？哪个混蛋居然敢超过我？我可是英国最年轻的 S 级机械御兽师，解锁了毁灭天使这种顶级机械御兽，连樱花国的黑旗沙耶都被我压在下面，怎么会输给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夏国人？查，立刻去查这个季正雄是谁！夏国这几年连天才俱乐部的门都没摸到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家伙？肯定是用了作弊手段。这个季正雄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没想到我居然被一个夏国人超越了。夏国这3年在天才俱乐部一直是0记录，这个季正雄究竟是谁啊？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冲到9.5万分？难道是隐藏的世家天才？给我查夏国这次进入天才俱乐部的新人信息，重点查这个叫季正雄的御兽师，我要知道他的所有资料，包括他的御兽种类和技能。9.5万分，他居然已经这么强了！我们在秘境里连小怪的防都快破不了，他却能一路杀到榜首。看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赢得过季正雄啊！可恶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吸血妖姬可是 S 级御兽，进化到12级了，居然连28级小怪的防都破不了！季正雄那个家伙，里面只有一头刚进化的幼龙和一个 F 级机器猫，怎么会这么强大？他到底用了什么鬼手段？别自欺欺人了，李浩，他能秒杀30级哥布林将军，能击杀40级的骷髅王，早就不是我们能比的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多攒点积分，别在天才俱乐部里输得太难看。输？我怎么可能输给他一个层级的废物？就算他现在分数高，我也要找到他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吸血妖姬，跟我走，我们去找季正雄。这次击杀骷髅王算是咱们组队后的第一个大收获，队伍分配你也得拿1份。不行，学弟，这绝对不行！我刚才除了喊加油，根本没有帮上任何忙。妖猫兽还在受伤，我连一只小怪都没解决，怎么能要圣级魔晶？你可能不知道，1阶圣级魔晶在外界有多珍贵，哪怕是最低阶的，也是有价无市，多少御兽师拿着钱都抢不到，专门用来给 S 级御兽突破瓶颈，我怎么能白要你的？学姐，咱们是队友，分战利品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且慧慧刚进化完，暂时用不上这么多魔晶。学弟，你要是实在要给，就按市场价来，这1亿我现在转给你。圣级魔晶我确实需要，妖猫兽卡在6级好久了，有了它就能进化，可我不能占你便宜。学姐，你这也太较真了，当初秦家帮我的时候也没跟我算这么清楚啊。虽然秦家当初确实那是我家应该做的，可这是你的战利品，一码归一码，你要是不收这钱，这魔晶我也不能要。学弟，收下吧，不然我心里不安。学姐，其实你不用这么勉强自己。不是勉强，是我不想一直当你的累赘，以后在秘境里，我和妖猫兽一定会跟上你的脚步。妖猫兽，再等等，有了这枚圣级魔晶，你很快就能进化，到时候咱们就能真正帮上学弟的忙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去找季正雄。他凭什么独占特殊秘境的好处？凭什么他就能拿高分杀 BOSS？ 找他？你怕不是被蝙蝠怪抓傻了吧？刚才那只28级的蝙蝠怪，你的吸血妖姬连人家的皮都没抓破，就被打得缩成一团，你还想跟能秒杀40级骷髅王的季正雄作对？怕不是去送人头？谁要跟他正面冲突了？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我们可是夏国人，现在全球副本秘境的名额就在眼前，为了夏国的大局，季正雄有义务带我们一起，他不能这么自私。义务？大局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说到底，你不就是想道德绑架吗？凭什么他辛辛苦苦打出来的秘境资格，要让给你这个连小怪都打不过的废物？你配吗？我是废物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的烈焰鸟刚才不也被蝙蝠怪追着跑？要不是我让吸血妖姬挡在你前面，你早就被蝙蝠怪抓成重伤了。现在还有脸说我？别吵，有动静。妖猫兽，再忍忍，有了这枚圣级魔晶，你很快就能进化了。圣级魔晶，那是传说中的圣级魔晶。圣级魔晶，这可是传说中能让 S 级御兽突破瓶颈的宝贝。秦梦瑶凭什么拿它给妖猫兽用？普通 S 级御兽能有 A 级魔晶的都算是高兴了。疯了！季正雄绝对是疯了！这种有价无市的宝物，他居然随手给了秦梦瑶。要是我有圣级魔晶，我的烈焰鸟早就进化成 SS 级了。
SS 级，居然是 SS 级！我们拼尽全力养 S 级御兽，省吃俭用攒1级魔晶，他倒好，直接一步到位，进化成这种神级御兽。学弟，谢谢你的圣级魔晶，仙女兽进化成功了，你看她的样子多漂亮！以后我再也不是你的累赘了。学姐客气了，我们是队友，本来就该互帮互衬，以后有仙女兽在，咱们的队伍更稳了。如果当初我没跟他分手，现在拥有 SS 级御兽的人就是我。他的升级魔镜，他的秘境资格，他的一切本来都该是我的，都是秦梦瑶抢了我的位置。可有什么用？眼泪能换升级魔晶，还是能换 SS 级御兽？你以前不是他女朋友吗？赶紧去找他撒娇认错，利用好你曾经的身份，说不定他还能带你进队伍。对，我是他前女友，他以前那么喜欢我，只要我好好道歉，他肯定会原谅我的。秦梦瑶能有的，我也能有。这就对了，你要是能说动季正雄，让他在秘境里分给我们圣级魔晶或者进化资源，回头我跟家里说一声，李家绝对不会吝啬对你的帮助。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没有，总比你在这干哭强。郑雄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能在秘境里碰到你，真巧啊！季正雄，我们也是来秘境刷分的，既然这么有缘，又遇到了，不如一起组队，人多力量大，刷分也快。这是幽龙期的彗星龙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威压？我的烈焰鸟和水龙系根本站不起来。圣兽的威压果然名不虚传，连我的吸血妖姬都不敢动了。你们过来做什么？刚才在古堡里被蝙蝠怪追着跑的教训还不够？郑雄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不该跟你分手。你看我们以前那么好，现在一起组队行不行？我和李浩的御兽肯定能帮上忙，而且你有那么多圣级魔晶，能不能分我们一点？就一小块就好。别碰我！我的东西凭什么分给你？你想组队，根本不配！季正雄，我们都是大夏人，现在全球副本秘境的机会就在眼前，你不能只带齐梦瑶一个人。为了夏国的大局，你必须让我们加入队伍。夏国大局？我凭自己的实力杀 BOSS 拿秘境资格，凭什么要带你这种连小怪都打不过的人？季正雄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也是夏国御兽师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你带我们组队，以后全球副本里我们也能帮你分担压力啊。对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就是不顾夏国利益，到时候全球副本名额少了，你就是夏国的罪人。罪人？我看你们就是想靠夏国大局抢好处吧？有本事自己杀 BOSS 拿资格，没本事别在这道德绑架。你们说的也太好听了，明明是自己没本事杀 BOSS 拿资源，想抢季学弟的劳动成果，还敢扯夏国大局当借口，脸皮也太厚了。别给我嚣张，我可是李家的人，我们李家在苍兰城的势力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要是得罪了我们，以后你在苍兰城也别想好过。圣级魔晶秘境资格，你以为能占多久？切，李家很了不起吗？季学弟能秒杀40级 BOSS， 拿 S 级评价，你们李家有谁能做到？靠家族势力威胁人，也不嫌丢人。有本事就自己打资源，别在这耍嘴皮子。别跟他们废话，滚！我的队伍不欢迎你们这种只会抢好处、靠家族撑腰的废物。季正雄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我们真的能帮上忙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以后肯定听你的话。我说了，不可能！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好言好语跟你说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不就是有圣兽和 SS 级御兽吗？真打起来，我们未必会输。仙女兽，神圣之剑，把他们赶出去！烈焰鸟，火焰冲击，快喷火烧他！水龙系，冰墙防御，挡住攻击！吸血妖姬，血雾缠绕，赶紧用血雾把那个仙女兽缠住，别让他实践！怎么可能？
3头 S 级预售，居然连1级都扛不住，难道 S 级和 SS 级的鸿沟就这么难以跨越吗？我们到底差在哪儿了？如果当初我没拒绝你，没跟你分手，我的烈焰鸟和水龙蜥现在也能进化成 SS 级了，都是我活该，是我嫌你是 F 级御兽师，把机会拱手让给了秦梦瑶。现在知道后悔了。当初你当着全校人的面骂我是废物，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觉得自己亏了。你的悔恨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滚！再不走，仙女兽的下一击可就直接打在你们身上了。秦梦瑶，你少在这得意！当初郑雄喜欢的人是我，要不是你趁虚而入，现在站在他身边拥有 SS 级御兽的人应该是我，你才是抢别人东西的小偷！喜欢？你也配提喜欢？当初季学弟召唤出多拉蓝猫，你当众骂他是废物，跟他提分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喜欢？现在看到他有本事，又来抢位置，你这种忘恩负义的拜金女，根本不配获得季学弟的青睐。郑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嫌弃你了，求你了。醒醒吧，强者只配和强者并肩而行，你这种只会依附别人、见风使舵的废物，永远都是弱者，根本不配留在季学弟身边，赶紧滚！别闹了，再不走就真的完了。郑雄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哼，学弟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呀？有慧慧和仙女兽在，我们肯定能继续拿高分。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找个怪物多的地方刷分。有慧慧的星辰爆裂，仙女兽的神圣之剑，还有蓝猫的道具帮忙，我们肯定所向披靡，说不定还能早点突破10万分，拿到全球副本的准入资格。学弟你也太厉害了，跟着你啊，我感觉什么困难都不怕了。仙女兽，我们也要加油，帮学弟一起刷分。大雄最厉害，我们肯定能打第一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非要去找季仲雄麻烦，我不会被他当众拒绝，还被秦梦瑶打了一巴掌，都是你害的。怪我？你自己有眼无珠，当初嫌季正雄是 F 级的御兽师，主动跟他分手，现在看到他有本事了，又想贴上去，你就是个见利忘义的贱人，今天这下场都是你活该。你才是贱人！要不是你说能靠家族压季正雄，我会跟你组队。你闭嘴！要不是你说可以带我蹭到季正雄的资源，谁愿意带你这种废物？夏国的御兽师就只会窝里斗吗？你是樱花国的黑旗沙耶，你想干什么？九尾狐火焰冲击！哼，我还以为夏国的御兽师有多强，原来都是些阿猫阿狗，还敢来天才俱乐部秘境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这是会兴龙的龙吟，是季仲雄，肯定是他。除了他，谁还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？他到底还有多少实力没显露出来？这能量波动至少是超级圣兽的级别，还有这龙吟声，夏国居然有这么强的御兽师，有意思。没想到你们两个这么弱的废物，居然还认识这种级别的强者。怎么可能？21.6万分，秦梦瑶都有12万分，岳海勋居然跌到第3了，这才多久啊？分数怎么会涨得这么快？21.6万，他到底杀了多少 BOSS？ 我们拼尽全力才攒够2万积分，他居然已经是我们的10倍还多。怪物，季正雄就是个怪物。混蛋，这不可能！我可是英国最年轻的 S 级御兽师，这个季正雄一定是作弊了，绝对是用了违规道具！立刻给我查，动用所有的资源找到这个季正雄的位置，我要亲手撕碎他，让他知道作弊的下场。他以为夏国能靠这种手段翻身吗？做梦！等我解决了这个碍事儿的家伙，就去会会他。我要让他明白，真正的天才不是靠歪门邪道就能超越的。那个方向是王者城堡，居然是王者城堡！
那可是精英怪的巢穴啊！历代多少天才御兽师都在那里折戟沉伤，里面的怪物最低都是45级，还有50级的精英 BOSS， 根本就是禁区。那家伙居然敢去王者城堡，他到底是疯了，还是真的强到这种地步，连禁区都能轻松攻略？他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，连王者城堡都敢去，真是胆大包天，以为自己实力强一点就哪里都能去了，他肯定会死在那里。不管他是不是作弊，能在王者城堡搞出这么大动静，绝对不简单。九尾狐，我们走，去王者城堡看看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夏国御兽师到底有什么能耐。慧慧，星辰爆裂，清掉空中的幽灵法师。仙女兽，快用神圣之剑帮慧慧一起清掉地面的怪物。学弟，你快看积分，涨得也太快了！这里可是王者城堡啊，天才俱乐部，出了名的高难度怪物营地。这里最低级的都是30级3阶怪物，之前我们打的40级骷髅王，在这里顶多算只精英怪。该死的人类！你们竟敢闯入我的领地，屠戮我的子民！我要让你们2个付出最惨痛的代价，让你们的灵魂永远被困在王者城堡，永世不得超生！学弟，快撤！见好就收啊！这巫妖已经是5阶了，我们的御兽才20级，差了30级的等级碾压。就算慧慧是圣兽，也不可能扛住这种差距，我们根本打不过他。你看这威压的威力，再不走，我们都要被压垮了。30级的等级差，技能伤害都会被折损90%以上，根本破不了巫妖的防，我们会死在这里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哼，想逃？晚了！闯入我的领地，屠戮我的子民，你们2个注定要化作亡灵，永远困在王者城堡，日日夜夜承受灵魂灼烧的痛苦。学弟，看起来太强了，我们真的打不过的。要不我们先找机会跑吧。别慌，等级差而已，交给我们就行。一直让慧慧和仙女兽耍怪也挺麻烦的，还是直截了当来点大动作，一次性解决比较快。大动作？学弟，慧慧的星辰爆裂都能炸平半座城堡了，这还不算大动作？那你说的大动作到底是什么？渺小的人类，死到临头还在吹牛！你那20级的幼龙和20级的仙女兽，连我身边的死亡骑士都打不过，还敢说大动作？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绝对的等级压制！你那点等级压制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既然你不信，那也不用慧慧和仙女兽动手了。慧慧，回来！学姐，你也把仙女兽收起来吧，省得待会儿被波及。学弟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就靠这个空气炮？学姐，相信我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就算打不过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想办法跑。渺小的人类，果然是害怕了。居然让最强战力撤退！你是想放弃抵抗，求我饶你们一命吗？我告诉你，晚了！闯入我的领地，你们今天必死无疑！你这人类脑子是坏掉了吗？居然想用这么个小玩具对付我！就这破炮，连我身边死亡骑士的盔甲都打不破！我看你是被吓傻了，连像样的武器都拿不出来了。你死太久了，脑子早就腐朽了。你不懂，往往那些看不起眼的东西才是最危险的。就像你以为自己等级很高，却不知道早就成了待宰的猎物。
你居然说我是猎物！一个只有20级预售的人类也配说这种话？哼！我看你是临死前想壮壮样子，给自己留点体面。狂妄！死亡骑士，冲锋！撕碎他们！让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尝尝灵魂被撕裂的痛苦。这个东西不是你之前用来秒杀哥布林将军的道具吗？正是，就像我说的，不用担心。蓝猫，你居然还能拿出这种强大的道具？上次秒杀哥布林将军用的也是这个吧？难道这种道具没有次数限制吗？当然没有限制啦，这种低级道具，我的4次元口袋里要多少有多少，是无限供应的。大雄想要，我随时能掏出来。我从未听过有预售能拥有无限使用的强力道具，连 S 级预售的技能都有冷却时间。无限的强力道具，这还只是低级道具，那高级道具得恐怖到什么程度啊？学弟，以后你要是成为了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千万不要忘记我啊！怎么会？学弟可是要和我一同成长的伙伴，对于这种伙伴，我又怎么会忘记呢？学弟，跟着季学弟，秦家迟早能崛起，这种逆天的伙伴可不能错过。无趣，居然被死亡骑士的冲锋吓疯了，连还击都忘了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等抓住你们，我要束缚住你们的灵魂，永远奴役你们，让你们日日夜夜感受灵魂灼烧的痛苦。结束了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的死亡骑士可是40级首领怪物，防御堪比 S 级预售，你这破炮怎么可能1级秒杀？你一定是用了什么障眼法，一定是障眼法。之前就告诉你，你死了太久，见识短浅，偏偏不信。现在知道不起眼的东西有多可怕了吧？学弟，这空气炮也太厉害了！40级首领级怪物居然连1级都扛不住，这威力比灰灰的星辰爆裂还要恐怖啊！这到底是什么武器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威力？你一个20级的御兽师，怎么可能拥有这种逆天的东西？哈哈哈哈！没了吧？我就知道这种能秒杀首领级怪物的道具，你这种低等级御兽师怎么可能还有？现在没招了吧？黔驴技穷了。你凭什么觉得我只有一个？狐妖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蓝猫的道具可是无限供应的，这种低级道具想要多少有多少。刚才那只是热身。胡说八道！世界哪有无限使用的强力道具？你们以为我会相信这种鬼话？既然你们不肯束手就擒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底牌！出来吧，我的王级古龙！这可是我耗尽1000年亡灵之力召唤的王级古龙，今天就让你们2个成为他的养料！古龙，用龙息撕碎他们！蓝猫，再拿一个空气炮。来了，大雄，这种道具我口袋里多的是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么强力的道具，你怎么还能拿出来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说了是无限供应，是你自己见识短浅，非要自寻死路。恭喜御兽师季正雄、秦梦瑶首杀50级 BOSS 深渊巫妖，额外击杀60级王级古龙，触发秘境特殊奖励，积分翻倍。62万分，28万分，这分数一旦秘境结算，季正雄岂不是要以超级新人王的身份直接冲进天才俱乐部排行榜前100的席位？这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绩。
历届新人王能进入排行榜前1000名，就已经是人族难得的天骄了。多少天才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个高度，季正雄直接冲击前100，这份超乎常人的才能，不愧是超级圣兽的御兽师。城主、穆会长，你们快看，历届最高新人积分才15万分，季正雄直接翻了4倍还多，秦梦瑶的28万分都能碾压往届新人王了。咱们夏国终于要扬眉吐气了。我的天，62万分！这哪里是新人呢？这简直是怪物级别的存在！季小哥也太给我们苍兰城长脸了！以前都是樱花国英国的新人霸占排行榜，这次季正雄直接断层第一，让他们也看看我们夏国的实力。我要把这一幕记录下来，这可是我们夏国御兽界的历史性时刻。好小子，真是好小子！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，前100的席位呀！我们苍兰学院终于出了这么一位超级天才。穆会长，等季正雄从秘境出来，一定要把他留在苍兰城。有他在，我们苍兰城说不定能一跃成为人族主城。这是自然，如此天赋异禀的人才，无论是御兽公会还是苍兰城，都会全力支持他。现在全球御兽联盟都在盯着这个排行榜，季正雄的名字已经传遍各大主城了。那些曾经嘲笑我们夏国3年零激励的国家，现在肯定傻眼了。真期待秘境结算的那一刻，看看这位超级新人王最终能在天才俱乐部排行榜上占据怎样的位置。榜首是我们夏国的季正雄，62万分，一雪前耻了。我们苍兰学院终于出了超级天才！夏国陛下，季正雄牛逼，这是我们夏国3年来第一个在天才俱乐部秘境拿榜1的新人，以后谁还敢嘲笑我们？季正雄太给我们长脸了，62万分，断层第一，让樱花国英国的人看看我们的实力。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之前还嘲笑人家召唤 F 级御兽，现在被狠狠打脸了吧？我要把这分数发遍全网，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夏国新人的厉害。废都是废物！约翰逊居然被一个夏国新人甩了50多万分，我们英国的颜面都被丢尽，英国民众在网上炸开锅，满是沮丧和不甘。分数是假的吧？夏国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新人？一定是作弊了！完了，这次天才俱乐部的核心资源我们要落后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连一个夏国新人都比不过，我们樱花国的骄傲都被你败光了。这沙耶居然连前3都快保不住了，夏国明明3年没出天骄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怪物？之前还嘲笑夏国是御兽弱国，现在被狠狠打脸了。62万分，怎么追？根本追不上。这不是天才，这是怪物。夏国人到底用了什么鬼手段？差距太大了，就算现在杀10个 BOSS 也不可能反超了。夏国居然真的出了这样的人物。这是圣级宝箱。大雄，这里面会不会有铜锣烧味的道具？圣级宝箱里面肯定是顶级进化资源，学弟，快打开看看。蓝猫，你看，是特殊进化券，终于可以让你进化了。大雄，我要进化了吗？进化以后是不是能拿出更多厉害的道具？是不是以后就能帮大雄打更多坏蛋了？当然，进化以后，你的4次元口袋不仅能解锁更高级的道具，说不定还能解除更多时空管理局的限制。以后我们并肩作战，就再也不怕那些强大的怪物了。学弟，你真打算给蓝猫用啊？可是彗星龙是超级圣兽啊！你想过没有？要是给他用这张进化券，他说不定能直接跳过幼龙期，进化到少年龙阶段，到时候实力至少能翻3倍。蓝猫只是辅助型御兽，有那2颗圣级进化石应该就够了，没必要浪费超阶道具啊。学姐，蓝猫不是普通的 F 级御兽，它是我最早的伙伴。从我召唤出它，被全校嘲笑是废物的时候，是它陪着我；我去接 S 级任务，被御兽师们嘲讽的时候，也是他拿出桃太郎饭团帮我解决冰霜魔龙。刚才面对30级哥布林将军，还是他掏出空气炮救了我们。他从来不是累赘，这张计划券他当之无愧。大雄，是我考虑不周了，学弟，我只想着御兽的等级和实力，却忘了伙伴之间的情谊才是最珍贵的。蓝猫确实配得上这张进化券，以后有他进化后的帮忙，我们的队伍
肯定会更厉害。蓝猫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启动进化程序，以后你就能变得更强，跟我一起闯更多秘境，打更多 BOSS 了。大雄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一定会变得很强很强，再也不让大雄被别人欺负了。我明白了，学弟，你肯定早就看透了蓝猫的潜力。它表面是 F 级辅助御兽，实际能力绝对不简单。用超阶进化券根本不算浪费，反而能发挥最大价值。学姐总算想通了，蓝猫的4次元口袋藏着无限可能，进化后说不定能解锁更逆天的道具，这比让彗星龙提前进化更重要。蓝猫，进化开始！神秘御兽师为 F 级辅助型御兽机器猫，使用超阶道具、特殊进化券触发史诗级进化。他绝对疯了！超阶进化券居然给 F 级的垃圾御兽用，夏国人都是脑子有问题吗？ F 级辅助御兽，超级进化券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难道那个夏国人手里的进化券多到用不完？还是说我机器猫根本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？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放着超阶圣兽不用，偏偏给一个没用的机器猫进化。四正雄，你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！给 F 级御兽用超阶进化券，季正雄这小子胆子也太大，他就不怕进化失败，白白浪费珍贵道具吗？能毫不犹豫地把超阶道具用在伙伴身上，这份信任和魄力确实不是普通人能比的。或许他真的知道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说不定那只机器猫的潜力远超我们想象。季正雄这步棋看似疯狂，实则深谋远虑啊！蠢货，绝对的蠢货！超阶进化券给 F 级垃圾御兽用，夏国人的脑子都被驴踢了！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，简直是对御兽资源的亵渎！真是大开眼界啊！超阶道具居然用在这种废物御兽身上，季正雄，你这是自断后路，等道具耗尽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我就说他是个疯子，放着超阶圣兽不用，给个 F 级机器猫浪费道具，这下好了，进化肯定失败，输人打水一场空。自学死路吧，他以为靠这种没用的御兽就能赢，等着看他后悔莫及的样子。学弟，蓝猫好像没什么变化，是不是超阶进化券失效了？还是说他的潜力真的不行，连超阶道具都没法让他进化？学姐，别急，蓝猫的进化不是看外形的，它的核心能力在4次元口袋里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口袋？我没看出不一样啊，还是跟之前一样圆鼓鼓的，难道有什么隐藏的变化？大雄，谢谢你！这张进化券解开了时空管理局的部分限制，我现在能解锁限制级道具了。之前好多厉害的道具都被锁住，现在终于能拿出来帮大雄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。之前你说时空管理局有限制，现在解开一部分，是不是能拿出比之前空气炮更厉害的道具？当然了，比如能瞬间清场的大炸弹，还有能让人瞬间移动的道具。以后大雄遇到危险，我就能更快帮忙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外形不重要，真正的力量藏在口袋里就够了。原来如此，我之前一直以为进化都会变大或者变好看，没想到蓝猫的进化是解锁道具限制，那岂不是说它以后能拿出更多厉害的东西？对，这就是蓝猫的特殊之处，它的潜力不在等级和外形，而在口袋里的无限可能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太在意外形了，没想到进化的关键是解锁道具限制，解锁限制级道具了。太好了，蓝猫，现在能拿出什么厉害的道具？快让我看看。大雄，这是限制级道具蓝星毁灭弹，威力超级大，能瞬间清掉大范围的高等级怪物，就算是40级的首领怪也能一锅端。这道具的能量也太吓人了吧！表面的波动能扭曲空气，在秘境里使用，万一控制不好，会不会连我们都被波及到？我之前可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道具。放心，蓝猫的道具都有精准定位功能，只要提前设置好攻击范围，只会攻击指定目标，不会伤到我们。接下来我们去抓更高等级的怪兽群，争取创下前无古人的通关秘境成绩，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好好看看。好，跟着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咱们不仅要刷新秘境记录，还要把分数再往上冲一冲，让约翰逊他们连追赶的念头都不敢有。对了，用这炸弹刷怪，会不会直接把秘境里的高等级怪物都清完啊？慧慧，开路！
目标：秘境最深处的怪物巢穴。你看，那就是秘境最深处的怪物巢穴，里面全是35级以上的精英怪，还有2头40级的首领怪镇守，正好用蓝星毁灭弹一次性清理掉，这样分数能涨一大截。按分数不动，他肯定是耗尽了道具，没能力继续刷分了。之前用空气炮杀 BOSS 不过是运气好，现在没招了。机会来了，我们组队联手，清掉秘境剩余的3个 BOSS， 每个 BOSS 至少5万分，加起来肯定能反超他的分数。对，我们4个联手，我负责控制，黑崎小姐用9尾狐输出，约海旭你机甲扛伤，柳双儿不治疗，就算是50级 BOSS 也能拿下，分数肯定能超过他。这次一定要让他知道浪费道具的下场，等我超过他，他肯定会后悔当初跟我分手，到时候我再给他个台阶下，我们就能重归于好，他的资源以后也能分我一半。这是什么威力？堪比战略级武器！夏国什么时候有这么强的道具了？是姬正雄，除了他，没人能搞出这么大动静。他到底用了什么道具啊？难道是超阶攻击道具？异兽师季正雄、秦梦瑶使用限制级道具，清剿秘境90%高等级怪物群，积分暴涨至100瓦分，解锁超级隐藏 BOSS 黑龙王。100万分，就算我们把剩下的 BOSS 全杀，最多也就15万分，怎么可能追得上？他到底藏了多少底盘？超级进化圈、限制级道具，他一个新人怎么会有这么多资源？100万分，这根本不是人类能达到的分数，他就是个怪物。他到底还有多少底盘？我之前居然觉得能超过他，我真是太傻了。早知道他这么厉害，当初我就不该跟他分手，现在连靠近他的资格都没有，后悔死了。这威压太恐怖，我的御兽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。龙吟震碎防御道具，根本抗衡不了。机甲炮全力开火！九尾狐、九尾火焰、烈焰鸟、火焰冲击、水龙息、冰龙息、吸血妖姬、血雾束缚。破不了防，根本破不了防！他的鳞片比 S 级防御道具还硬，龙息还能腐蚀一切。这是 S 级随机传送剑招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季正雄，别装了！你以为你能打过黑龙王？我们4个联手都破不了防，你和你那 F 级废物御兽，也就是等死的份儿。都是你！要不是你用那种恐怖道具，根本不会解锁黑龙王，我们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就算你有再多道具，也不可能对抗这种级别的 BOSS。今天我们都要死在这里。连仙女兽的神圣之剑都破不了防，我们完了！急什么？对付他根本不用复杂的道具。蓝猫，拿出桃太郎饭团。大熊，给他吃这个。这是什么操作啊？用饭团对付这种级别的 BOSS， 他居然被饭团吸引了！不可能，他可是超级隐藏 BOSS， 怎么会被一个破饭团勾住？这不符合常理！黑龙王对御兽师季正雄产生极高好感度，临时驯服成功。居然用饭团驯服了黑龙王，这比用超级道具还离谱啊！我到底在看什么？超级 BOSS 被饭团收买，这也太离谱了！学姐，上来吧，我们骑着它通关秘境。异兽师季正雄、秦梦瑶成功驯服超级隐藏 BOSS 黑龙王，以100W 分满分通关天才俱乐部秘境，获得天才俱乐部一席。
好样的，郑雄，你为我们夏国，为我们苍兰学院争光了！小子，干得漂亮！我就知道你不是池中之物。那是什么？天这么黑了，是新的怪物入侵吗？时空管理局执行公务，目标确认，编号735世界线，异常能量体叮当猫使用者季正雄。什么时空管理局？我们从未听说过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立刻表明你的身份和来意，否则我们将视你们为入侵者。根据多维宇宙时空稳定法案第3条第17款，禁止使用未注册的超维因果律道具。代号叮当猫的道具已严重扰乱该世界线的正常秩序。季正雄已将被即刻逮捕，并接受时空法庭的审判。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不许你们动他！叮当猫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驯服黑龙王，靠的是我自己的能力。能力？用一个饭团驯服足以毁灭一个小型国家的战略级 BOSS， 这种谎言你骗得了这个世界的土著，骗得了我们？放开他！反抗是徒劳的，你的外挂已经到期了，你和多拉蓝猫都得跟我们走。住手！他是我夏国的英雄，你们不能！最后一次警告，放弃抵抗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，对你的惩罚会提升一个等级。本来还想低调一点的，既然你们这么不讲道理，那我只能给你们看个更有趣的东西了。时空管理局听起来很厉害嘛，不过你们办案都不讲基本法的吗？说我的伙伴是未注册的超维因果律道具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死到临头还要嘴硬，你的资料我们已经调查清楚， F 级御兽多拉蓝猫，其表现出的能力远超该世界线规则上限，已构成对时空稳定的重大威胁，逮捕你符合法案规定。操，拖不住了，想不到办法，要不让蓝猫投出攻击炮搏一搏？大雄，别慌，我想起来了，时空管理局，我以前好像听时空巡逻队的朋友提起过，他们虽然麻烦，但最讲究规则和权限，这是通过次元口袋从一位起源星遗迹的工程师大叔那拿的。如果遇到不讲理的时空执法人员，可以拿出来试试，这叫起源星认证卡，他说持有者算是起源星遗产的临时保管员，有顶特权。你们应该认得这个，你们也应该知道，持有此卡者被视为起源星遗产的合法继承者之一，有权在一定程度内使用来自起源星的造物，包括我的伙伴多拉蓝猫。你们时空管理局的条例，难道能凌驾于起源星公约之上？不可能！起源星认证卡应该早已被总局列为最高禁忌物封存，你怎么会有？这即使是仿制品，其上的信息扰动也是真实的。队长，如果真是起源星认证卡，我们的行动确实需要重新评估。涉及起源星遗产，权限高于我们的常规执法条例。我奉命前来清除异常，却没想到目标身上牵扯出更高级别的禁忌，放弃任务。无法向上级交代，强行抓捕，若认证卡为真，引发的后果我根本承担不起啊！现在立刻放开我的伙伴黑龙王，解除对广场的封锁，然后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作没发生过，否则我不介意用这张卡赋予我的权限，向时空管理局最高会议提出申诉，控告你们滥用职权，攻击起源星遗产的继承者。到时候看看是你们抓我，还是你们自己被速审审判席。解除禁锢，撤去屏障。季正雄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，这件事没完。走。正雄，刚才吓死我了，
那到底是什么人？还有那张卡？一些来自上面的麻烦家伙，不过暂时解决了，学姐，没事了。各位，危机已经解除，今天是我们苍兰城，是我们夏国庆祝的日子，不要被这点小插曲影响了心情。季正雄，听说你靠一只机器猫和运气拿到了天才俱乐部第一，哼，我看是秘境出了 bug， 今天就让我雷兽卡尔来揭穿你的真面目，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 S 级实力。是吗？那就请吧。雷角犀牛，雷霆剑特，秒杀他！蓝猫，陪他玩玩，用那个新玩具。好的，大熊，看我的溃散水枪！水枪？你是来搞笑的吗？我的雷角犀牛可是雷电系。什么？你作弊？你用了什么妖法？妖法？这只是我御兽很普通的一个小玩具而已。看来你们英国的御兽师也不过如此。有趣的御兽，季军，你的机器猫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下一场，由老夫来领教一下你这普通道具能否接下我的居合斩。季军，老夫一生追求剑道极致，你的御兽能力诡异，但并非正道。今日，老夫便以手中之剑获你外物之巧。你若能接下我一剑，老夫便承认你的实力。宫本先生，御兽之道包罗万象，何来正道外道之分？至于接你一剑，蓝猫，大熊，这次用哪个？反弹手套还是绝对防御壁纸？不用那么麻烦。他既然想比斩的力量，我们就用斩来回敬他，用那个模仿镜。明白。狂妄！接招！奥义，一闪聚合！那你怎么可能？宫本先生，你的剑很快，也很利，但最强的剑有时也会伤到自己，承让了。是老夫坐井观天了，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季军，你的御兽已非强大所能形容，这一战是老夫输了，心服口服。郑兄，今天你虽然赢了，但恐怕彻底得罪了英国和樱花国，还有那个时空管理局，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放心，学姐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只要我们足够强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蓝猫的力量还远不止今天展现的这些。季正雄，我乃时空管理局第7巡视者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！你今日之举虽未直接违反公约，但也严重扰动低维世界线力量平衡。起源星认证卡赋予你权限，并非让你肆意妄为。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和我的世界，是你们的人先来找麻烦，还有那些所谓的强国觊觎。因果纠缠已非简单对错，吾此次前来是给予你最后的警告。起源星遗产的力量是一把双刃剑，过度依赖
必将引来更深层次的注视，甚至是清理者。清理者，那是远超你想象的存在，负责处理多元宇宙构成威胁的异常点。一旦被他们标记，即便你有真正卡，也难逃抹杀。好自为之，寄生熊，收敛你的力量，引导它走向平衡与秩序，而非破坏。这是你唯一的生路。郑雄，他说的。看来麻烦比想象中更大。清理者连时空管理局都忌惮的存在吗？不过他说的也对，不能只依靠蓝猫的力量，我自己、慧慧还有学姐你的仙女兽都需要变得更强，只有自身强大，才能真正掌握命运。无论未来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好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得把眼前的家园守护好，然后再去探索更广袤的世界，解开蓝猫和起源星的秘密，面对那些所谓的清理者。郑雄，那个第七巡视者，他说的清理者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连时空管理局都要用抹杀这个词，可怕是肯定的。时空管理局自诩为宇宙秩序的维护者，他们口中的清理者，恐怕就是专门处理他们都觉得棘手的异常。那我们岂不是成了他们的目标？别怕，他不是也说了吗？我们还有选择。他说的不过是过度依赖和破坏，而不是拥有力量本身。可什么是过度，什么是破坏？今天你为了保护城市，击退了英国和樱花国的联合舰队，这在他们看来，难道不是严重扰乱低维世界线力量平衡吗？这个标准太模糊了。你说的对，学姐，这个标准由他们来定，我们很被动，所以我们不能只听他的警告，更要分析他话里的深意。深意？他提到了平衡与秩序，或许蓝猫的力量并不仅仅是用来战斗的，他说引导它，而不是压制它，这说明力量本身是中性的。你看，它也可以很温和。或许我一直以来都用错了方向，只想着如何来用它战胜敌人，却没想过它还能用来做什么。我明白了，就像我的仙女兽，它的力量不仅能战斗，也能治愈和守护。或许这才是巡视者所说的平衡。没错，我们不能再被动的等待威胁上门，然后用暴力解决，我们得主动去创造属于我们的秩序。回家的感觉真好，可一想到我们头顶上悬着一把叫清理者的剑，那就把它变成我们的盾。学姐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得改变策略了。怎么改变？首先是关于我们自身，我、你还有慧慧，我们必须加速修炼，不依赖外物，自身的强大才是根本。我会把我从蓝猫力量中领悟到的一些法则，试着转化为我们能理解的修炼方式。我的仙女兽也感觉到了瓶颈，或许这是一个突破的契机。其次就是蓝猫，我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武器库，我要花更多时间去研究它，理解它。那个第七巡视者说起源星遗产是一把双刃剑，那我就要找到握住剑柄而不是剑刃的方法。你想怎么做？闭关，但不是普通的闭关，我要尝试进入更深层次的精神连接，不是向蓝猫索取力量，而是去倾听它，感受它的本源，看看这所谓的起源星遗产究竟想传承的是什么？会不会有危险？你的精神……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而且我不在的时候，苍兰城就要拜托你了，学姐。我？对，建立秩序不能只靠我们几个人，这座城市这些居民都是我们的基础。我想你用仙女兽的力量，结合现代科技，改善整个城市的生态，建立一个更稳固、更有生机的家园。这或许就是我们向时空管理局展示的我们所追求的秩序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一个向内探索力量的本源，一个向外构建稳固的秩序。郑雄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对，不过在闭关之前，我们得先解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英国和樱花国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虽然不能再用蓝猫的力量大肆破坏，但总得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信号，让他们知道苍兰城不是他们能够随便觊觎的。不使用蓝猫的力量进行破坏，那你要怎么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信号？写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吗？学姐，你觉得对于一个自诩为世界霸主的人来说，什么最可怕？被更强大的力量碾压。那是恐惧，但不是最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是面对一种他们完全无法理解、无法抵抗，甚至无法察觉来源的力量。不是摧毁他们的武器，而是拿走他们引以为傲的掌控权。掌控权？你是说他们的全球网络和信息系统？战争的形式早就变了，一颗子弹能杀死一个人，但一个信息可以颠覆一个国家。我要让他们最坚固的盾，在一瞬间成为最可笑的纸窗户。
可那样做风险太大了，万一失控，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的信息灾难，甚至比直接攻击的后果更严重。放心，所以我才说要找到握住剑柄的方法。我不会用4次元口袋里的任何攻击性武器，我要用的是一个辅助道具。找到了，它的名字是星际网络漫游探测器。探测器不是武器。按照蓝猫的分类，这是科考与诊断类道具，它的作用是在不造成任何物理损伤的前提下，深度扫描并诊断一个星球的文明信息网络结构，寻找其中的漏洞和后门。所以你不是要去攻击，而是去做一次体检，一次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体检。满分答案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的心脏、血管、神经系统每一个角落都在我的听诊器下，而我可以随时让它停跳1秒。那是英国和樱花国的军用网络，以及他们的全球情报系统。现在游戏开始。郑雄，他们的防火墙好像完全没有反应。在起源星的科技面前，地球目前的防火墙只是一道装饰用的花园栅栏，我甚至不需要翻过去，我可以像主人一样直接用钥匙开门。全球所有军用情报专线网已与物理世界断开3秒，现在该送上我们的问候了。苍兰城注视着你。没错，没有威胁，没有叫嚣，只是一句陈述。好了，从断开到恢复，全程不超过60秒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会是史上最漫长、最恐怖的1分钟。你向他们展示了一种神明才拥有的权柄。不，我只是想告诉他们，别来惹我。现在我可以安心闭关了，外面的事就交给你了，学姐。这是什么？最高级别的空间能量警报，位置在苍兰城外层空间轨道。这不是英国，也不是樱花国，是时空管理局吗？不，这个能量反应的模式更像是对我刚刚问候的回应。有人截获了我的信号。无法解析，数据库里没有任何匹配的能量模型。它的结构，它违反了我们已知的能量守恒定律。不是违反，是超越。这不是我们这个维度的技术。超越？你的意思是？他在主动建立链接，强制性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所有的外部通讯端口都是物理关闭的。他是怎么进来的？嘘，小家伙们，别那么紧张。你们把我的门铃按得太响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刚刚才向整个世界宣告了你的存在，现在却来问我是谁？苍兰城注视着你。一句不错的开场白，但你似乎没想过，当你注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会回以注视。老套的说辞，你截获了我的信号。聪明，不只是截获，我是在你的信息流里冲浪时顺手捞起来的。说真的，起源星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就像是部落文明刚学会钻木取火，就兴高采烈地向天空宣告自己征服了火焰一样，可爱又可笑。他竟然知道起源星，而且言语间充满了不屑，这怎么可能？郑雄，我追踪不到他，信号源是虚无的，它不存在于我们空间的任何一个坐标点。你想要什么？不是我想要什么，而是你做了什么。你以为你只是在2个国家的后院放了一场无声的烟花？你掀开了一张桌布，却不知道桌子下面坐着谁。这引力操控，隔着通讯信号。这不是引力操控，这是直接修改现实参数。哦，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懂得多一点。没错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展示，告诉你们，你们所依赖的物理法则，对我来说，也只是一行可以随时修改的代码。你刚刚的游戏让整个棋盘都震动了一下，现在所有棋手的目光都看向了你这个闯进来的新玩家，而我是第一个来跟你打招呼的。所有棋手？游戏已经开始了，季正雄，但规则不再由你来定，好好享受吧。
这来自更高维度的注视。郑雄，他走了吗？不，他还在。什么意思？我检测不到任何信号残留，就像他从未出现过。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，他来去自如，不留痕迹，意味着我们对他而言是完全透明的，他想看就能看。躲在看不见的角落，用故弄玄虚的把戏来展示力量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更高维度，未免也太掉价了。激将法，小家伙，你很有趣。你就像一只刚刚学会用后腿站立的蚂蚁，对着天空挥舞你那可怜的触角，质问天空为何如此广阔。那就告诉我，这片天空到底是什么？你口中的棋手究竟是谁？你总是在问错误的问题，你不该问我们是谁，你应该问在我们的眼里你是什么。他疯了吗？还在激怒他，我们对他的力量一无所知。不过嘛，看在你这么努力想要理解的份上，我可以稍微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。看到他了吗？按照你们起源星的时间计算，就在5分钟前，那个星系里的 M37 文明刚刚完成了他们第一次成功的曲率航行。他们以为自己拥抱了整个宇宙。不可能！观测数据，我的天，一个拥有上千亿颗恒星的星系就这么被抹掉了。这不是抹除，这是从存在的根源上被彻底删除了。现在懂了吗，季正雄？你的苍兰城，你所生活的星球，还有你所说的起源星，在这盘棋上甚至没有资格成为一颗棋子。你们只是棋盘本身的花纹而已。你费这么大功夫，不是为了给我们上一堂绝望的天文课？说出你的目的。很好，终于学会问一个稍微有点价值的问题了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我有点无聊，而你刚才掀桌子的行为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意思。所以呢？所以作为新人入场的欢迎礼，我决定给你布置第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我听说你们这座苍兰城貌似还不错。是又如何？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他哭。哭？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一座城市怎么可能会哭？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。3天后，如果我没有看到我想看的眼泪，那么刚才那个蓝色星系的下场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让我看看起源星最聪明的头脑究竟能不能领会我的诗意。游戏开始了。我让一座城市哭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怎么可能做到？他不是在提要求，瑶瑶，他是在施虐，在玩弄我们。可我们只有3天，3天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启动全城的人工降雨系统，还是让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过载，从特定的管道流出来，在太空中看向眼泪？不，那正是他想看到的。他想看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，用尽愚蠢的办法取悦他，最后在绝望中献上滑稽的表演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郑雄，难道就这么等死吗？他要看诗意，那我就回敬他一部史诗。他想要眼泪，我就给他，但不是悲伤和绝望的泪，而是别的东西。你以为你高高在上，以为我们只是棋盘上的花纹，那我就把这棋盘烧出一个洞给你看。蓝猫，紧急情况，我需要你。啊，大雄啊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我刚梦见我发明的无线铜锣烧鸡成功了呢。没时间说梦话了，幻影那个混蛋给了我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是他，我从口袋的备用监视器里都看到了，他竟然抹掉了一个星系，太过分了！这比我们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里最坏的星际恶霸还要坏1万倍。他要让苍兰城哭，在3天之内让城市哭，这可怎么办？瞬间悲伤喷雾，不行，影响范围太小了。随心所欲下雨伞，不行，这太普通了，那个坏女人肯定不会满意的。我不需要悲伤，我需要的是反击。蓝猫，他想看眼泪，我就让他看个够，但我要让这座城市留下的是滚烫的带着我怒火的眼泪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没错，而且要更大，要让他无法忽视。我需要一个道具，能把一种抽象的情绪转化成覆盖整座城市的能量现象。情绪的能量转化有了，情绪具象化
投影仪，它可以将指定的情绪，比如愤怒或者喜悦，转化成可见的能量粒子。只有这个还不够，我要的不是一场幻灯秀，我要这眼泪拥有真正的力量，甚至能顺着他的目光把我们的问候送回去。那就还要配上这个逆向因果追踪器，只要他观测我们，我们就能锁定他的观测信道，把信息逆向传导回去。郑雄，你一个人在里面吗？我有点担心。我没事，瑶瑶，我们的反击方案有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眼泪。现在我需要你帮我用最快的速度拿到苍兰城能源中心的最高权限。好，我立刻去办，就算把整个防火墙拆了，我也给你把路打开。搞定了，城市护盾的能量粒子流可以被临时重定下，核心能源网权限30秒后对你开放。蓝猫，设定情感参数，核心感情不是悲伤，不是恐惧，是不屈，是愤怒，把数值拉满。收到，不屈意志已锁定，愤怒指数已超载到120%。天哪，这就是城市的眼泪，是愤怒的眼泪。这只是开始，幻影，你不是喜欢看戏吗？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场。他的观测信号连接上了，他正在看。很好，把我们为他准备的礼物送过去，让他也尝尝被人当作玩物的感觉。逆向因果信道已强制开启，愤怒情感能量正在灌注，目标锁定，观测源头开始传输。郑雄，这真的能行吗？我们攻击的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存在。他把我们当成舞台上的木偶，想看我们的恐惧和绝望，那我就让他看看，木偶发起火来也会烧断提线，把整个舞台都掀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情感污染！你们这群蝼蚁，竟敢用你们污秽的情感来玷污我的空间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他的观测信道受到了强烈的情感能量冲击，他的能量或者说他的系统正在被我们的愤怒所感染。感染？这会怎么样？他喜欢看戏，我们就让他变成戏的一部分。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如果染上凡人的愤怒，你觉得他还会那么高高在上吗？信道断开了，他主动切断了联系。他是逃了吗？不是逃，只是被激怒了。一个被激怒的猎人，接下来会做什么？这是空间裂缝，他要亲自降临了吗？他真的来了，郑雄，他真的要亲自降临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行，挡不住！空间裂缝周围的能量读数已经超出了我们仪器的上限，苍兰城的能量护盾正在被撕裂。报告护盾的损耗率，每秒3%，不，5%，最多再坚持20秒，护盾就会彻底崩溃。20秒，郑雄，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太疯狂了？我们激怒了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抗衡的存在。疯狂？梦瑶，你看清楚，是他先把我们逼上了绝路，我们除了疯狂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多拉蓝猫，放弃外层护盾，将所有能量集中到城主府的内层防御。什么？放弃外层护盾？那整个苍兰城都会直接暴露在空间裂缝之下，城里还有……执行命令。如果连我们都倒下，苍兰城迟早也是一片废墟。与其被动等死，不如把所有筹码压在最后一把。天，蝼蚁，你们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怒火，现在就来承受我的怒火，作为你们愚蠢的代价吧。代价？那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来拿。舅舅，你还在挑衅他？他越愤怒，就越会失去判断力。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一旦被拉下神坛，沾染了凡人的情绪，他就不再是神了。多拉蓝猫，迎宾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报告，弑神1号准备就绪，能量已经填充到120%，随时可以发射。很好，等他真身完全穿过裂缝的那一刻，我要把你所有的愤怒
加倍还给他。他出来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所谓的神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报告，能量过载，城主府外部所有监控设备已全部失效。我们现在是瞎子。郑雄，那股压力，我快喘不过气了。他甚至都还没完全过来。稳住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，用纯粹的威压击溃我们的意志。梦瑶，别让他得逞。这就是你们的依仗，一个可笑的金色蛋壳，还有藏在蛋壳里的一件可怜的玩具。能逼得你真身降临，这玩具的威力，想必你比我们更清楚。否则，堂堂神明何必与我们这些蝼蚁废话？别再说了，郑兄，不要再激怒他了。怕什么？愤怒说明他在意，在意就说明我们有伤到他的可能。如果他真的毫不在乎，现在整个苍兰城已经化为尘埃了。有趣的推论，你似乎很擅长揣摩别人的心思，只可惜蝼蚁的智慧终究无法理解天空的高度。你们让我感到厌烦。内层护盾完整度瞬间下降30%，他在直接瓦解我们的防御结构。他根本没有攻击，只是抬了下手。他不是在瓦解，他是在分析，他在找到我们能量结构最薄弱的节点。多拉蓝猫在。他以为自己看透了一切，就是现在，将弑神1号的全部能量对着他分析的那个节点，给我逆向打回去！发射！遵命，让神明也尝尝我们凡人的愤怒。成功了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他没躲。报告，能量没有造成任何物理性损伤，弑神1号的能量被目标完全吸收了。吸收了？怎么会？那可是我们全部的希望。这才是我想要的。爆炸只是最愚蠢的手段，看他的形态正在崩溃。这是什么？这些杂乱无章的画面，这些刺耳的声音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些是我们苍兰城所有居民的生活记录。弑神1号的能量里装的是这个。他能分析能量，但他分析不了人心。我赌的就是他那份来自神明的傲慢，他会把这道能量当成武器去分析、去吸收，然后他就必须看完这数千万年来我们这些蝼蚁是如何活着的。周雄，停下，把这些情感从我脑子里拿出去！喜悦、悲伤、愤怒、爱，好痛苦，太驳杂了，太混乱了。痛苦吗？这就是生命。你视若尘埃的我们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这样的痛苦中寻找意义。你居高于虚空，又怎么会懂？不，圣雄，我感觉到了，他不是在痛苦，而是在害怕。家，这就是家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有永恒的孤单。护盾完整度恢复100%，外部威胁反应消失了。大雄，我们成功了。他收起了所有的不利，郑雄他不知道，他只是太久没有和人说过话了。多拉蓝猫，切断所有武器系统。大雄，然后接通城主府外部广播全频道。我想邀请一位迷路的朋友进来喝杯茶。是。